你看他 S 飘到对向车道了，刚刚。1、2、3、4、5，哎，不行了。你踩的，我踩的，马累，不行了，不行了。那你看这个下坡，我就觉得有点快了，有点下，好快呀！好，启动支架。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能车研究所。这是我们的纽北自驾纽北的番外篇。是的，哇，是重庆站。我们在重庆找到了一条市区弯弯绕绕、特别有惊喜的一个路段。然后大家看这个安全带就知道我们这里在车上面了。速七 Ultra，所以有点紧张，因为一启动它刚才那个加速就很猛啊。哇，1500匹的自驾，人生还是第一次做。对啊，不愧是1500匹。好，马上来到我们第一个挑战口了。我们这条路线真的毫无尿点。它有点跨实线，是为什么？对，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跨这个实线。其实这个迷惑的路口，我们是应该走在左侧的。你看，但是它还没恢复的。哎，它的恢复有点慢，现在。它可能要对准车道，你得手动扶着它拐这个弯了。對，還不恢復，那我播一下，能不能快點？唔係嘅，佢撳掣嘅。哦，係撳掣嘅，得啦，可以了。好，所以扒了他一下，他就錯過了這一個挑戰點了。這本來是一個很迷惑的路口，但也可以證明，還沒到挑戰點，他都已經要退了，或者是走錯車道了，就是要有待提升了。他這個挑車是有點迷惑哦。雖然是有點迷惑哈，但是講真，你做一個機器，走好自己的車道，這個是本分來的。就你錯，你也錯的走在車道內，它剛是有點游離的。對，好，我們就剛才大家應該已經能看到很典型的重慶道路了，就一條隧道下來又是馬路的，而且這邊還有來車。哦，還好他讓了我們，謝謝。還好，好，然後馬上這裡有個匯入了，看左邊的公交車要進來我們車道的應該是看博一了，然後我們這個會出了，這個實線不要壓。不要壓，忍住啊，忍住啊，忍住啊！他忍住了，這回他忍住了，挺好的。但你看效率這塊，它的效率好像是只是僅限在直線加速，應該是但是這邊的空間不夠。但博弈上就橫向博弈，它是很保守的。你看，哇，這都剎這麼大一腳。對，突然剎一腳，是因為這個車的關係嗎？也有可能是那邊的這個 cut in 的侵入。哇，你看這邊出來，我們也是剎得很用力的。對。就跟前車保持一個很固定的距離，但是我們是要直走的。你看導航，是它的挑車道能力有點迷惑，但你看地下線實在不行，我們得幫他一把，回到，是不是？我們得回到來了。對，他自己想回去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幫他一把了。對，我們不要走，因為走到車道就燈號會不能按那個燈號走。所以我們現在也內部討論出一個新的規定，就是我們接管可能會多一點，保證這個路線我們一定不能走錯，這樣大家才有一個橫向雲對比的參考的價值。不然每次讓他自己走錯，你們很難橫向對比。第二就是我們一定會嚴格按照交規，有一個防禦性的接管。就如果覺得不對勁的話，即便他沒退，我們也是要接的了。這是一個正常司機該有的道路的道德規範跟操守啊！哇，這就開得好快，速度是好快，不愧是1500匹啊！雖然沒有用滿1500匹，但真的很猛，很猛哦！證明1500匹配合的底盤下盤也是很穩的，很有信心。真的是智能性能車，性能車這邊也是個難點啊！我們是要直走，但直走這個是公交道，我們其實要偏移來左邊的車道。發現了。對，好，但是他想了一下，這個處理有點慢啊。那個小哥一直在看着我們，這還是在路上回頭率也挺高的，真的。但剛剛我發微博的時候，網友說：你們這顏色不就跟當地法拉利一個顏色嗎？有什麼好稀奇的？我想想也對，哇，這腳剎車有點急，因為對向車侵入了我們車道。對，這個急是沒問題的。好，然後這邊有一些，你看。我們挑的路線牛不牛逼？秋名發夾彎都不過如此。哇，這腳好急！他去哪裡？哇！他現在沒有完全跨過去，你的那邊車輪還是在自己車道上面的，但也不太好，不太好，真的不太好。對，雖然速七 Ultra 的轉彎半徑是大，但剛才那個彎其實沒有必要繞得那麼大的。有可能他是為了自駕的那些探頭，對吧？更大的拐角看到出彎的東西，但是也不應該以此為理由，對吧？跨線。然後第二個發夾彎，這個發夾彎，來，轉。這是國家電馬累，不行了。對，因為我們的那個碳纖維前唇呢，我要接管到了。
而且刚刚看接之前那个 SR 的那个蓝条引导线，它也是在摆的，在思考。你进入一个1500米，就是可能要退出，是不是？你不要再按了，对，把它推掉。它2个按键有点迷惑了。突然间激活了 Boost。刚才可能他想进去充电，那是国家电网的一个地方，太可怕了。第2个发夹弯就出弯了。好，继续啊，继续有发夹弯。好，第三个，这个能不能表现得好一点呢？这个很好，这个简单一点这个就车道线对引导是清晰。但我感觉其实曲率跟刚才那个差不多。所以可能地面的划线，他又踩了半个车身过去了，不好了，对面有对向车了，真的不好了，对，你看，我操，你干嘛？他刚刚穿模了，就识别到那个公交车在我们车头后面逼我们了。他那个识别刚刚有点穿模。对，刚才有点不知道出现什么状况，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回放啊。我们继续，退了，再来，好。后面的坦克已经离我远一点了，他也在防御我了，他怕了。没见过开的这么慢的黄色法拉利，而且还突然法拉利。对啊，一定是个新手，他可能觉得。好，这边我们有一个高流量的汇入，最后一个高难度的掉头弯，真的是一个高难度了。第一个是视野的遮挡，第二是那边有来车，我们是要汇入的。对。就是又要博弈，又要走好自己的路，有个空隙了。其实正常司机是可以走的。我帮他一下了，这个共驾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哎呀，错过了，你看，那这边这个空隙他肯定不敢走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这里有一个大了，动不动？你动不动？1、2、3不动，我动。我帮他一下了。而且你看你帮他，他也不愿意走。对呀，他还是会用他的6活塞的卡钳把你给摁停了。所以我刚才是这是他动了，我没动所以刚才是有一个效率共驾，就是我踩了油门，但是方向我到最后忍住没动了。哇，那个你到了这里就这么生猛了，一旦进入了直线，就是他发挥的。对，在弯道里面就是有点微直线快才是真的快。但你看，我们挑的这个路段已经发现了他一个能力的边界，就超开放的这种拐弯啊、掉头弯啊，他的博弈。保守就会导致他的不愿意走，就走不动道这个现象。然后前面就下一个挑战点就是一个掉头，现在即将掉头，但是他没有退。对，看一下他自己来了。Ultra 能不能掉头啊？因为掉头是智驾的一个难点，技术上的难点所以能实现就已经说明是这个系统是很不错的，能力是很好的。首先看现场环境写的掉头不受灯控，所以就不用看灯了。对，而且刚好也是绿灯，所以刚才其实也分不出来是它的 VLM 给出一个信号，还是因为绿灯的关系。但这块掉的还不错不错。这个拐弯很 OK。他跟着自己应该走的车道掉过来。是的这个是挺不错的，过程也顺然后走车道也走得稳。这个掉头倒是掉得很不错，所以小米是解决了掉头的能力。这个挺好的其实有 VLM 前方学校路段注意观，只是告诉你注意观察，但它没有什么，它的车速一点都没有降低，一点都不让你留时间观察他说我告诉你啦。然后这个4并2不过现在难度比较低，第一车不多，第二信号灯也是绿的，看看直接就过了。前面还有的右前，但也没有车。这个公交车出来了，他怎么办呢？他让了，但这个让的时机就对很尴尬。其实我们没有留让的空间了，但是让了速度，就互相你看我，我看你。对，而且他也没有赶快去走回到自己车道，所以刚才也是稍微压了一下左方的那个车。所以最后通过是你共驾的还是没有？刚才都完全他自己。对，这一段还是他自己。就是我们做测试的时候，我会尽量去把我控制的那个阈值就把它提高，降低一点，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就尽量不去动它，让每个智驾系统可以更多表现的空间，发挥它自己的能力。但是在日常驾驶当中呢，其实我是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是还原系统的能力，就如果我们接太多的话，你们就不知道他想干嘛了，是测不出来它的下限。但是日常我们是不会这么走的，他一直在刹车。因为前面那个异形的突出，而且再加上我们是要变道的，对他有空位了还不走，赶快，不过果断，你看他速度也是
所以它的效率是体现在进入车道之后的直直线快才真的快，它横向变道啊，或者是博弈啊，反而是安全安稳为主，甚至是比较保守一点，甚至有点怂了。对，以它的性能来说，我觉得甚至怂了一点，偏保守。还有呢，你看这种你按的喇叭，是我按的喇叭，你手这样子，然后不就响了。我是说，这种停车它停得很舒服，很缓。但是像刚才就行走当中，它如果对比较快的想改变车速的时候，那一下刹车就是点头很明显。可能跟它的刹车的硬件有关。对，本身碳陶碟对吧？前六后四的卡钳是这套性能的刹车系统，还有 PC 有的性能胎对吧？像胶水一样粘在地下，jet 就给你刹停了。所以有可能在速系 Ultra 上面的车控的程序是跟 Max 是不一样的，但它有舒适刹停的话，证明它也是有针对性的匹配的。有，但可能这个匹配还没到位，就是在行进当中，比如说车速比较快的时候去控制车速，这个匹配还没到位。我以为它有一个无效的变道，对，因为出去又回来。前方是不用靠左的。是啊，我们是直走。这一段还好哇，但这个刹井盖就是公共，数绵羊一样，全部都踩中了。好，我们马上又到了下一个，这首先有一个汇入的路口啊，他提前在这里变道去了左侧。你干嘛？你去哪？你看他 S 飘到对向车道了，刚刚这个哇。只能接了，我先过去了，我先过了这个。他好恐怖，那个 S3你接之前已经飘到对向车道去了。他明显刚才也想压那个导流线了，所以我要把它掰回来。这种要防御性的接管了，有点紧张。以它的性能杀去对面车道是一瞬间的事，而且它的车速也确实有点快，就是它那种快不是让人安心的快，它是。就速度变化的很快，主要是他的性格的这个地方就突然又很慢了，性格的裂变，对吧？弯道横向，它突然间慢的，你觉得太保守，一去到直线，突然间就很快，所以这个脾气，它的表现的一致性，觉得不是很够强。是，就端位有点浓啊，就因为现在端到端是这样的，就是有点精神分裂的。然后连续的这个拐弯，哇，其实弯中的速度我们也不慢，也不慢30多，对啊，但当地人还是更快的，那肯定吧，而且是当地的货车，那货车司机更猛的。顺便说一下，我们自驾纽北呢会在一条固定的路线上面去这个是虚线变道，没问题。这个提前选车道选对了，选对了啊。然后前方是一个红灯，可以看一下它停车了，停车就很舒服。你看它舒适刹停是有做的，对，很舒服，很舒服。就提前知道是要停的红灯的话，它是给你慢慢溜停，慢慢溜停。对啊，慢慢溜停了。我们会用相对固定的路线，所以我们自驾纽北的主线剧情是在广州的，然后这回呢，我们是在重庆开了我们的支线剧情，支线任务重庆篇、番外篇。对，然后第一台车就是台小米速七 Ultra 了。往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车型在这一条路线上面去做自驾测试。那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智能车研究所的账号，蹲一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想了解的车型。就我们定了这么好的路线，经过这一次验证之后呢，我们就肯定会拿起来竞品，就尽量让大家可以有个横向对比的一个参考。就所有的自驾能力啊，包括功能都是一样的。我们单测这个小米，你可能不知道它这里接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对吧？所以我们肯定会有一些其他的素材给到你们，给你们去吃瓜PK 在线，对吧？就一个云对比一下。好，这一段就是比较正常了。这一段路就可以看一下风景了，重庆的江景。而且它的加速快是在这个限速范围内的。对，它就是起步很快到达限速，然后就 hold 住。但限速你看，它该50就50，该60就60，它不会超速。所以其实这种道路是很适合用自驾的。对，老实说，我们刚才挑的那些路线的话呢，就是有点为难他的。但是我跟你说，马上就结束了，为难的又来了。我们不会让他好受太久的，你们就是想看这种我们难受的一顿一顿的，就是要看这些。因为基础题其实不能显示出能力嘛。对，大家很多人都可以的 ，LCC 都能开啦，这种路就是要看这种拐弯能力。博弈能力你看他刚才选择了这个可变车道，哇！你选择可变车道又不走到底，
但是你看他用可变车道来拐这个最右，他的这个位置，突然他刚才就把左边的那个黄色法拉利给夹了一下，用这个赛车的时候就封人家的行车线了，直接关门了。你别说，我觉得你用赛车的跑法来看是有点合理的，是不是？瞬间这个数据就合理了。对呀，你看他拐弯的时候要用尽这个弯嘛，把它你看。可能Suzuki Ultra 的自驾数据来自于各种赛道的赛车手的操作。这里是一个难点，对，回头弯，然后再加上红绿灯，那真的又走 racing line 了，又是这种问题了。开放性的路口，你跑到那边去了，车道线消失。你看 SR 这里，我觉得要接了。SR 它是怼着这个马路牙去过，就很奇怪。而且我们是走中间，对，我们要走回来。这就很奇怪啊，所以他通过这次，通过这个表现也是看出了这个考点他是没通过的。开放性的回头路口，对，哇，你看这个加速就有点猛了。对，因为这边我们进入到一个行人密集的旅游区了。这个速度是让我有点哇，这个黄灯它压的。对呀，他如果是要过这个黄灯，他就要果断，他千万别刹停在那里。对，他刚才就过了线之后，他又稍微收了一下，才看到有黄灯，因为有个人，对，我不知道看到黄灯还是看到人。所以刚才那个黄灯其实倒是没问题，可是处理上不大好，倒是很拟人，对吧？刹过来才发现，哎呀，黄灯我。算了，走了。这个就加戏了，增加2点了，1、2、3、4、5，不行了。你踩的？对，我踩的，因为他不知道是，对，就 VLM 还理解不了这个动作，而且他在这边虽然看到个车，但是他猜不到他这个动向。对，这个地方就确实是难的，这个不怪他因为这个是。就人类司机才明白，我们就是礼貌上面是留个空间给人家倒车，而且人家已经有人在指挥了嘛，这个系统现在是理解不了的。按道理有人在指挥，有行人，我们也应该有个刹车的提前量。他就觉得他可以绕过去，所以他识别不了刚才前面那个货车的倒车灯。明白。对，他看那个货车的方向，觉得他是要拐左，他往前走的。所以这种端位的系统，我们都是各种猜测，就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这样想的，只能说这个表现出来，这个结果不是很满意。对，因为现在虽然是有端到端的系统但是端到端系统只能处理一些比较基础的信息，它其实是没有智能的，就是它不能理解为什么别人有这个动作这些不能理解的。但以后就我们现在今年有个趋势是开始在研发 VLA 了。到了 VLA 的阶段的话，倒是有可能有一些比较低的智能是可以理解到，像刚才那个人在指挥像前面那个车在倒车对，你得留空间给人家腾挪。对，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自驾系统可以有信心因为最近这半年真的发展得很快。其实而且是这半年是各家都开始有发展，不是说一家独大的。对，就是这个中国自驾行业发展得很快，这个是个好的趋势，对吧？一家独大反而也不好，对，百花齐放，这个才能看到更多的希望。所以大家可以有点信心，哪怕现在你看它的表现不是太好，但是相信很快就会有改进的。所以这种苦活就交给我们，记得关注我们不断的会跟进报道测试每个自驾每一个厂家它的这个进步的进度，对吧？它的这个成果。所以每一版 OTA 我们都尽量重新再测一遍，对，不会说什么一次定胜负。看一下这个，压着实线，但如果完全是他拐的还行，对，完全他拐的，因为压了一点，然后这个弯有点急，所以他左轮是压了实线而且也是按照灯号走了，呢是可以，对吧？以更好的视野看到出弯的这个位置的。先过了这里在重庆这个地方，我觉得卡住了。其实人开的话是应该往前一点，对，让出这个通道的位置。对，我帮他一下了，我刚才是共驾。我发现他很不愿意让你共驾，你一共驾之后，他马上就摁停你，你一松开就摁停你。还是先共驾到进入到这个车道可以了吧？你肯走了吧？你看退了，不敢走了，不敢走了。你共驾的多，他发脾气了，拍炮了，不喜欢我干预，就青春期指手画脚的。对啊，你让他向东明明是对的，他偏要向西，这个家长管太多了。
好，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比较旺的商业区了。对，这段路就没有前面那些那么弯弯绕绕，但是这边看的是一些博弈跟挑车道的能力。我觉得我已经融入了黄色法拉利的车流当中了。你看，我们前后左右包在一起，但是你只是颜色上融入，我们的驾驶风格还是有点迥异的，就很明显了。什么时候我们的自家的风格可以融入当地法拉利，穿行于这个窄街小巷？它有了一下偏移。这里的难点呢，就是博弈的那个难度增加了，博弈的强度增大了，所以看一下它博弈的表现啊。而且这边商业区也很多临停的这种货车啊，或者包括出租车，可能上下客也看它的绕行的策略。那又是这种开放的消失的行车线，它在这个时候就开始犹豫了，SR 也是抖动，对，它的效率就有点降低了。它就不能果断的去找准下一个车道线去走。突然有个空间，它就加速了。车道线只要一清晰，它就来了。我觉得我又好了。对啊，你看，我们就把几台黄色法拉利给甩在后面了，已经。好，这斑马线加行人是不是要让行一下呢？这个距离就可以了，提前减速。了。对，但让人家先通过之后，它提速的速度就慢了一点。提速的反应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它就是起步。对，确实没有说太猛，他没有用到什么1500匹来弹射，那就会吓死人的。但是他的加速的意愿很强，就是这怎么说？他是起步慢，但是起步之后走稳了，他加速就快了。好，这一个处理挺好的。你看解放碑街道这边是。车流量啊，人流量啊，就开始大了。对，我们测试的当天是星期天啊，现在是星期天的周末的中午2点钟。我们周日在测试，而且还没吃午饭，所以请大家关注一键3连啊。对啊，支持一下，谢谢大家了啦。这个行人怎么了？怎么了？他要走了。那边还有，他发现了，他看到了。OK， 都标蓝，挺好，对，SR 标蓝就证明他看到了。就刚才其实那2个行人在这个距离他都。但现在是可以走了，因为他看到前面还有行人在走。对，不走斑马线的行人这个礼让确实也做到了。好，这边你看这个出租车要出来了，你怎么样？哇！啊，你踩的吗？我踩了，因为这个距离我不知道他让不让我们，所以确实要接了，因为他再这么下去，如果他也不让，对，我们再不观察可能会剐蹭。这种就是一个这种缓慢的，对啊，缓慢的这种 cut in 或者是人家变道，他确实没有太多的防御，他打算把人家给绕过去。对，但是因为左边有护栏，刚才也没空间绕了。如果是没护栏的那种开放的道路的话，其实倒可以借个车道绕过去。所以看似很多自驾开得很顺，其实开得顺的那些。都是有功夫有料的。是的，你看啊，这个就是，其实是绿灯，人也没走，而且我们前方是空的，他就很可以了。他通过了斑马线之后就过了，就到了斑马线上面，很明显就是非常保守。哇，这个加了个考点，突然的栅栏突出来了，就肯定昨天对象是有车给怼出来的，可能跟我们刚刚情况差不多。哎呀，不够位置了，什么嘣。好，那这里有个现象你看，有可能是他不想靠那个栅栏太近，但是我们车道是很窄的，所以我从这边看，我们的车右轮是有点碰到这个中线，也就是说我们给旁边的车道留的空间不多，对，有点偏移了，就是对，很明显是偏右的现在，因为舒淇Ultra其实你干嘛呢？发脾气了哟。我都没开始说你不好，他不同意我的观点，表示不同意，给你一脚。因为舒淇Ultra的车宽其实不要是车宽嘛，就长宽都是挺大的，所以在马路上面其实它挺占位置的。所以这一下的偏移可能就导致其他右侧的车可能会离我很近。对，因为我为什么有在担心呢？旁边是公交车站，也有一些货车过。我们为什么会选择重庆作为舒淇Ultra的第一台车在这里测而且选择这个地方，其实有个原因就是重庆的路都是那种比较窄的路，所以在这边的话，像Ultra这样一台比较宽的车，就会增加点难度。一个对，而且路又窄，
对，出了名是8D 的城市，也有8D，然后车道选择又对于我外地人来说也是有困难的，所以就看看自驾能不能走得顺。其实我觉得自驾是很适合重庆这种地方，就是重庆的很多分岔口，你如果一旦走错了，要不你就违章就硬走过去，要不你就绕个大圈，都绕到不知道自己去哪里去了。所以这边也很适合测自驾，对吧？一个自驾它能不能有个变道的提前量，或者变道的博弈能力怎么样？对，都是可以通过这种复杂的特色的城市道路给显现出来。反而在广州可能就没这么多这种特色的道路了。对，广州相对还好。其实我觉得全国来说啊，在道路选择方面最简单的应该是像北京、西安这种。就城区是方方正正的，对，规规矩矩的。对，所以也想看一下这个北京司机来到重庆能不能适应这里。北京小米哦，也对。北京司机显然直线很愿意加速。对，因为北京的路就是很宽的。那就是这个问题了。这个好近啊！我感觉他好有压力。就是这个问题，我好有压力，感觉他贴着我后视镜就过去了。而且我们这台车的后视镜也是碳纤的。对呀，就蹭到了那个就千万不要在我们手上有任何的闪失，我们要完整的给回卓拍之后的一些选题我们融入当地了都是黄色车。大家多多投币啊，给我们投点币，我们建立起我们的刮剩基金呢，就不用那么胆小了。这台车多投点币才够啊，要投很多才够，不够赔。都是碳纤的后视镜，碳纤的前唇，碳纤的后包围，胎都贵一点了，挂个胎都不容易。好，这里是旅游区了，所以人很多，而且前方的这个红灯呢，它是等的时间比较长。哇，超过1分钟。所以大家有时候说什么测早晚高峰期，那讲真，早晚高峰期还是那个观点，就是看堵车，看堵车反而是没看点的，尤其是一镜到底，这些地方我们又不快进，又不剪掉的话，就是你们看我们2个坐在这，脱口秀，对吧？就这个时间就比较浪费了，所以反而是走起来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那顺便介绍一下，顺便看一下 SR 了。你看还是很精美的，看的东西信息还是很多的，而且这些动画还是很流畅。自己的建模建得很精美，你看这个尾翼，包括这个碳纤尾翼都有。要是其他颜色的苏漆这个建模也可以根据这个车漆有变化吗？不知道，问题就反正至少跟 Max 是不一样，这个就是 Ultra 的对啊模型来的。其他的 Ultra 车主要不要说一下，你们开支架是黄色还是绿色车漆对吧？哇，银色，还有一些什么绿色。那如果开孔红米的话，是不是这边也可以开孔？到时候可以看一下。但这个要等好几个月之后才有轿车，听说是。好，通过这个我们就，它起步的速度还行，还跟得上前车，不会拉开太远。这里说了一下，因为有行人跟斑马线，一旦这2个要素出现，它就会把速度控一下。好，这个我们就通过了，这个是重庆饭店是吧？对啊，然后算是重庆的这个商业区了吧？你看，就上坡又下坡，上坡下坡，而且你看这个奥德赛要打灯要过来了，打灯了，但是我们怎么办呢？它减速压着过去，顶着过去啊，赶快！好，而且这里行人还蛮多的，对。所以这种路况，要是他开快的话，我觉得就不安心。对，这种人多的地方，即便人家没走出来，一定是要放慢速度，有防御的这个驾驶的。其实我觉得最理想的状况啊，就是速度放慢，但是不要停。你就按照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匀速的过，那就很安心了。对，安心也舒服。对，速度变化太大也不舒服。对，哇，就是直接就这样掉头的。好，那我们就看一下，看一下舒淇怎么应对啊？现在是不动的啊。留足空间给他，这个空间留的挺礼貌的，就足够他轻松掉头。千万不能往前拱。对，如果往前拱就把他顶住了，就他可能要多打几手了。好，现在重新起步了，重新起步就然后对象还有个逆行的，这边有个人，然后这边又有人，我说解说都解说不过来了，一时说时迟那时快，对面来了，还有个 Max 了，喂。
那你看这个下坡，我就觉得有点快了，有点吓人啊好快啊！虽然它的限速是识别是60，它也没超速，但是这个加速度也太可怕了吧？对，有点刺激啊。关键是这里你随时都有人跟车穿出来的。对，然后其他车可能也会掉头会临停。对，这个加速度所以这个要靠嗯，视觉语言大模型了，靠 VRM 甚至 VLA 了。对你要靠自驾那种端到端，他看到前面确实没车，他就加速也没错呀。我觉得现在 VLM 的部分还不是太对，只能期待他的工作还不够到位，期待日后的这个能力。哎，这个连续的下坡，他走了中间车道，哦，啊，还挺好，视野就开阔对，了，开阔了一点。啊，就不会贴着两边的栅栏。哇，压力来了，压力来了，压力来了！不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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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剐蹭基金都不够了。哎呀，离他远一点。然后我们其实是要走最右侧车道右拐，但你看这个挑车道来不及了，要接了。你看，哦，哎呦，哎呦，哎呦，这不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了。但其实这应该也可以吧？这里我接了，因为我刚才我想把它掰过来，但来不及了。5车道是直走的，可以走。哦，但严格来说，我们是应该走那边的。走，对，因为是直行嘛，所以我还是按照交通规矩，我就掉个头吧，去前面。对，因为但这个地方我问过很多本地司机，他们说其实本地司机都是在中间车道左拐的，啊，但是我们还是遵照守法，只能去去斑马线掉个头吧。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实线或者按车道行驶，到底什么时候要严格遵守？严格遵守一定是没错的，但是当地司机或者是大部分的那种训练数据，很多人就是不遵守。就你像上网课一样，你看到大家都不遵守，你肯定对吧？你学习出来的成果就觉得这个东西问题不大。但其实来到从一个城市去到另一个城市，对吧？这个规则不一样。我觉得既然实现在交通法规里面，本地司机是哇，你看借道超车逆行超我们。你在重庆这种路上面，其实如果完全遵章守法，没法走的，走不动的。或者除非你在这里泡个10年8年，对吧？你是当地的老司机，老司机级别就可能。这个遵章守法跟灵活通行之间的平衡度是很难拿捏的。他要去哪里？他还走，对的。他因为这里是收到一个车道的。哎呀，但是这个车控他顿的，哎呀，对，就是哎呀，就体感上不大舒服。SR 他是想提前进到右侧车道，刚刚看到。但是可能 BLM 同学制止他了。你看制止他，因为看到实线了，对。所以他的我们这里两套系统应该要过去了。是的，还不过去？你还想？他是想过的。但是想了一下，博弈不过去，有空位了，你过不过？过不过？赶快！我帮他了，我帮他了，否则过不去了。因为再不过来，前面我们又要不按车道走了。所以它的中低速的横向，它打的方向幅度是不多的，它没有那种很大角度的cut in，好，就导致了它中低速这种变道能力或者博弈能力是不是很强的？我就来一个零速的启动，哎呦，零速启动是可以的。就这些该有的功能，其实现在小米Suzuki Ultra都给到了顺便说一下，我们今天测这个版本是1.5.6的，就是比起我们上回在广州测的 Max 是1.5.5，是升了一点点版本。好，马上就右转进入到来福士的下面了。来福士有个很出名的网红停车场啊，这个我们也是坐不起的。然后大家可以算一下，一台迈巴赫 GLS 600的前杠加一个速7 Ultra 的前唇，值多少钱？他要去哪里？你刚说完来福士，他就下去，他就想下去了，听到了吗？是。保安大哥过来想是不是要拿开那个水道桶，就是不知道你想干嘛。这个接管也算他走错路哈。对，走错路了。确实，我们不应该往下走，我们是去朝天门景区那边。可能他也在算刚才那个，如果做了的话，应该赔多少钱？算着分析呢。他退了。他退了，这里退到 LCC 了，退到 LCC 了。所以这一段路你只能接管人开。对，我就看一下他 LCC 的能力怎么样啊？我先。不接管，好像 LCC 还是又恢复了，又恢复了，所以他退
哎又哎玩呢？哎，又开启又了，开启了，哎逗你玩，啊没声音嘛？啊，不行了不行了，他提示你，哦，我帮他过了他看到这堵墙，对对，我帮他过了，我帮他过了，我帮他过了，这里在所以我们这边的难点主要是说这边有临停的施工，之后马上要靠左，哦，可能包括这些地下的了，这里是虚线，但是因为反光看起来像个实线，但其实是虚线来的，接虚线的，对，提前过来，哦，好，但他成功的用退出躲开了一些考点，还可以了，可以了，那就最后的一个弯，看怎么样。这个弯也是有一点点难，因为它不是比90度还要大点，过了啊，而且是我们要2个车道并一个的，你看当地司机在追右侧直接左转，所以就是嘛，所以你这个，但是我们做视频节目，我们的导向肯定要遵照守法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哇，最后这个直线还在提速。所以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虽然我们有算，我们用4个细项来算它的接管的数字，但是大家不要简单的拿这个数字来看，说啊那么多就不好，或者说跟别的车比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不能那么简单的算的，还是要具体看一下我们整个过程。尤其是大家可能都是5次6次，那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就要看清楚了。当然你说如果接管什么20次、30次跟2次的，那大概率是2次的会强的。这里应该因为已经通过了终点，所以我就接管了。这一趟重庆这个自驾之旅，我们的自驾纽北番外篇第1集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觉得苏七 Ultra 这个表现打多少分呢？那如果你想看别的车型在这条路线上面的测试呢，也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们或者说你对这条路线还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会收集大家意见之后呢，隔一段时间也会欧贴一下这些路线的，尽量是保持原位，就在这个基础上小小调整。对，所以记得一键3连，记得关注了后续的内容很精彩，云对比的话，对吧？后续的内容你一定要跟踪到的嘛，所以记得关注，记得一键3连了。好，谢谢大家，拜拜。回去换车再测，拜拜。